3分钟帮你搞定索尼相机的对焦。别开玩笑了，对焦这么重要的事儿，必须得掰开揉碎讲讲。对焦技术扎不扎实，不是说能不能把照片拍清楚这么简单。对焦基本功要是拉胯，旅行和人文拍摄就会影响的抓拍的反应速度，拍摄人像呢就会拖慢拍摄节奏。想象一下，一个盛开的灿烂的笑容，您这还举着相机选择对焦点呢，那就别怪人家表情越来越不自然了。开始之前声明一下，对焦操作是一个非常个性化的操作，就像你吃盒饭的时候是喜欢用筷子还是喜欢用勺一样，每个摄影师都有一套只属于自己的一个操作的逻辑。今天呢，我只是说我自己的方法，如果您从其他人听到过不一样的观点，没问题，他说的对，绝对对，您选择对自己有用听就好。欢迎收看采风摄影生活大志，我是大马猫本，咱们正片开始。对于自动对焦，我们有一个误区，就是自动对焦现在够快吗？其实相机的对焦工作啊，它是有2个维度，一个呢就是纵深上的维度，也就是焦点从近到远的这个对焦速度。其实从20-30年前开始普及速度更快的超声波马达以后，镜头的对焦速度就有了质的提升，足够应付绝大多数人需求。但是在这20年之内，其实这种纵向寻焦的进步并不明显。你看现在以慢著称的哈苏，还以快为豪的索尼，其实它的相差也就差别在0.几秒之内。那这几年的相机对焦技术，它到底进步在哪儿了？那主要是说在横轴上的这个维度，也就是在画面 XO、Y 轴这个寻找主体的这个能力。摄影师如果对自己的拍照对不准主体，或者是相机他自己判断不出哪个是要对焦的主体，那速度再快的对焦马达，那不是白瞎了，不是。在早年间呢，自动对焦点相机啊，你记得从5点，然后慢慢增加到9个点、11点，再后来呢一路飙升到单反差不多100多个点，到了无反时代，那更增加了一个数量级，差不多1000多个对焦点。迅速判断主体是相机自动对焦提升的一个主攻的方向。那我们就从这个纵轴和横轴的维度上，然后讲讲对焦的方法。那咱们先说前后这个维度，对焦模式。咱们相机上有一大堆的对焦模式，咱们常用的其实就3种 ：AFS、AFC 还有 MF。单次对焦也叫 AFS， 也叫 One Shot。半快门是相机的通用语言，启动对焦，在合焦之后呢，焦点会停止在当前位置，不再移动，直到你按下快门完成拍摄。在这期间呢，你可以保持快门的半按状态，固定焦点位置可以重新构图。我在拍摄照片的时候是喜欢单次对焦，拍摄静止或是小范围移动的物体其实都可以。这是一个很实用而且很常用的对焦方式，因为你发现生活里边大量的场景，在你对焦完成之后，物体是不会前后移动，或者是在小范围之内前后移动，所以单次自动对焦能够应用的场景非常广泛。熟练掌握单次自动对焦，也为您未来面对更复杂的场景打下坚实的基础。单次对焦在合焦完成以后呢，有对焦的提示块，还有它的合焦的声音，这样我就可以得到比较清晰的对焦完成的反馈。所以拍照片的时候，我是非不必要我就不离开这个模式。当然了，这个声音你也可以在安静的场合呢，在菜单里边给它关上。连续自动对焦 AFC 还有 AI Servo。半快门时候呢，相机会一直检测处于对焦点位置上的这个物体，确保它在合焦的状态。主体在快速前后移动，或者是说相机位置在前后移动情况下呢，适合使用。在拍摄视频的时候，几乎一直需要使用这种模式，除非您拍的是这种静物的视频特写，我会改成这个焦点锁定。我不会在拍摄静止的物体时候使用这个连续自动对焦，原因很简单，就是连续自动对焦呢没有合焦的提示音或者是合焦的提示块，这样我特别没有安全感，我不知道它是不是在正常的工作。比如像这个画面，我在 LCD 上，因为小嘛，以为对焦在动物身上，但是回家时候才发现它一直在那个植物前后游跃。手动对焦 MF 就是推动镜头上这个切换键，这个专门用来对付自动对焦无能为力的，比如像星空，还有说像焦点极致准确的这种微距，或者是全程焦点需要焊死的这种延时摄影，或者说你不管怎么样先拍下来再说那种街头抓拍，手动对焦是必须的。
星辰大海的纳米比亚，狂野的肯尼亚，还有世界尽头的南极。更多旅行摄影信息，请关注采风摄影生活杂志。但是在现实场景中，手动对焦需要跟自动对焦是频繁切换。比如我在拍动物的时候，它走着走着总会停下来，我希望焦点这时候在它身上不动，这样的话就不会受到镜头前晃动这物体的干扰。我会切换自动到手动的对焦，我习惯把这个手动自动切换键自定义到 AF on 这个按钮上，这个是我拇指最容易触及的地方，用最微小的动作瞬间完成切换。索尼自己有一个叫 DMF 模式，是自动跟随加手动微调，其实逻辑差不多，我很少用。再次强调，对焦操作每个人的逻辑完全不同，没有所谓的最佳答案。如果你喜欢不同种操作的方法，比如像有人喜欢用后点对焦，就是说用拇指按下后边 F on 来启动对焦，然后抬手呢，相机就会自动终止对焦。这个感觉就像特斯拉那个单踏板一样。我对这种操作逻辑是完全不适用，从来就不行，尝试过不行。这个没有对错，只有自己说是不是顺手。今天咱们讲的自动对焦的内容是我摄影课程节选的一部分，针对对焦技术的练习呢，我有一系列的练习的方法，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。对焦区域，对焦区域的选择就是告诉相机你要对的主体在什么范围。其实常用的就是那么几个：全域、区域、中间点、点对焦，还有扩展点。就是没有谁比谁更高级，适合的场景我会随时根据情况来切换。不是有人说，不是有人眼对焦、鸟眼对焦或者 AI 对焦吗？您别神话他，我给你看一好玩的啊。杨洋同学这张照片被我奉为 AI 对焦之典范。去南极坐在那个冲锋艇上，忽然前面冒出一个庞然大物，这个座头鲸它冒出那个水面，这种机会非常难得。结果画面里边忽然飞过一只鸟，相机就会自作聪明的时候把对焦点对在鸟身上。你说这个人脸识别、鸟眼识别，它到底是聪明还是傻？就是按着场景选择适用的对焦区域，说白了呢，是人跟相机怎么配合工作。选对模式，事半功倍；选错模式，抓耳挠腮。其实我觉得这个才是考验摄影师的技术和相机对焦性能的真正门槛。我用一片花花草草解释一下这几个模式的特点还有它的缺点。全域对焦也叫广域对焦，它是从整个曲镜框里边自己找主体，具体选中谁，相机说了算。区域对焦可以视为广域对焦的缩小版，只在给你有限的范围内，相机自己找主体。因为选择的范围小了，所以可以排除一些跟主体无关的干扰的物体。中心点，谁在中间，焦点就给谁对焦。自由点和扩展点，对焦点落在谁身上，就把焦点给谁。这两个模式和之前说的中心点的区别是，自由点、扩展点的位置可以在画面里边移动，而中心点它就是固定在中心。这几个对焦区域不适用的环境也很明显，就是全域对焦，选择主体这是相机说了算，有亮色的它就不选择暗色的，稍微有点干扰它就跑偏，它只适合那种主体很明显，然后又没有其他陪体干扰的环境，比如像天空飞过的鸟啊、飞机啊、气球啊，还有水上突然窜出来的企鹅啊，画面里不规则运动的孩子，必须得是独生子啊，到了幼儿园里边一堆孩子那就不管用了。中心点、自由点还有扩展点，我把这三个放在一起，其实都是点对焦，区别是一个只在中间，另外两个呢，它们的位置可以自动移动。拍视频的时候我几乎不用，因为没有什么被摄主体会一直处在画面中的某一个位置。相机稍微重新构图，对焦点不小心啪落在后边的背景上，那镜头就抽一下，很难受。但是它适合的场景呢，就是拍照片，尤其使用大光圈拍摄前景深的这个画面的时候，需要精确掌握对焦点的位置，或者说您拍视频的时候，就是拍静物用点对焦对一下，然后切到手动模式锁定就可以了。区域对焦我在拍视频时候用的最多，说实话它没有什么不能忍的缺点。你看对焦主体选择它被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，不太受周边的这个干扰，
而且呢，区域的操作非常快，你只要像按4下这个操管的位置，最多4下就能找到最好的位置。所以关键是说，它即使有个别对焦的失误，它整个也不会偏得太离谱。举个例子，全域对焦无能为力，要转换成区域对焦。在这个场景下，全域对焦相机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对在哪儿，让反复把焦点放在我根本不想拍的铁轨上，没办法切换到区域对焦模式。在区域对焦模式下，焦点的选择范围限定在画面的右侧，也就是车出来的地方。这时候你能看相机选择焦点就准确的多了。那有人说跟踪对焦呢？那人脸和人眼对焦呢？在环境条件理想的时候，我确实是会用。如果您是一个专职的人像摄影师，而且只有一个主体的话，那很适用。还有像追踪对焦 （focus tracking），在这种活动范围可控又不出画的这种画面的话，我也会用得到。但是缺点也很明显，就是它的主体识别度要非常高，要长得就像一个对焦的靶子一样。比如像这个企鹅，黑白道刚刚好。但是如果你要是拍一个灰色的狗，它一准会跟丢。而且呢，你在双手持握相机的时候，很难腾出一只手来去点那个屏幕，所以基本上只适合于相机放在脚架上或者稳定器上进行操作。而且呢，只要主体一出画，它就会跟丢。跟丢的对焦点，它指不定会停到屏幕哪个角，我还得摁着这控制键让它回到中间才能工作。人脸识别功能呢，在这种旅行和街拍的这种环境的话，它因为街上会有陌生人入画，所以呢，我觉得也未必会适用。就是相机不知道人类摄影师的意图，其实这是所有对焦的时候一个硬伤。就对比几个对焦的这个模式啊，我觉得人脸识别和追踪对焦呢，它是加分项。如果条件允许好用，那就用；没有呢，我觉得对我来说也不会有太大的影响。如果您想让自己的对焦技术基本功扎实，我会在摄影课程中有详细的训练的方法，欢迎关注。最后想聊聊对焦不背的锅，注意事项。很多事儿其实跟对焦没有关系的，比如第一个就是手抖，尤其你使用中长焦镜头的时候，取景块它没法持续的去稳定的框住你要被摄的主体，对不对？越晃就越对不上，越对不上您就越晃，没办法。这个只能是说苦练人机手眼合一。您焦距拿一个200毫米左右的镜头，您就在街上练吧，找一个会动的你就追吧，对不对？还有一个呢，就是快门速度低，整个画面里边拍了之后发现，没有一处是清楚的。但是你看不清楚的东西呢，都是往一个方向在动，远景、近景模糊的程度都是一样的，那就说明快门速度低了。快门速度低绝对不能说用开光圈提升快门速度来弥补。否则过前的景深就增加了对焦的难度，您会得不偿失的。到底加多少 ISO？ 我以前有一期视频聊过，你可以看这里。最后呢，强烈建议大家把自己的相机自定义键设成自己适应的模式，这个你好好研究一下，需要长时间的使用和个人的习惯结合在一起。好了，今天关于对焦的内容呢，咱先讲这么多。对焦这事儿呢，有那种放之四海皆准的通用的技术，也有每个人不同的实操的经验，这绝对是一个特别大的话题。如果您需要系统的学习摄影，请关注我频道发布的信息。感谢收看本期的节目，我是大马猫文，咱们下期再见。